哥哥，哥哥！贝贝边跑边叫喊着哥哥。跑远的宝宝哪里还能听到妹妹的叫喊声？贝贝那个着急啊，觉得哥哥这次太不地道了，都不等一下他就跑。战印夫妻俩在后面步行着跟随，战印时不时就叫喊着：“贝贝别跑那么快，小心摔着了。”小丫头跑跑停停，停下来的时候就扭头看妈妈，然后小手又指着哥哥跑的方向，嘴里叫着：“哥哥，哥哥！”意思是说哥哥抛下他，不等他。战印走上前去，笑道：“哥哥跑得快，不等贝贝是吧？要不爸爸抱着贝贝去找哥哥好不好？”贝贝点头，嗯了一声。战印弯腰抱起了女儿，等到海童近前了，夫妻俩一起往河源的方向走去。宝宝跑得也太快了吧，也不知道等一等妹妹。战印吐槽儿子跑得太快。海童笑道：“他有10天没有和他太奶奶相处了，可想他太奶奶了。回到家里，自然是第一时间先去找他的太奶奶。贝贝有我们看着，他担心什么？”海童拿出纸巾帮女儿擦了擦汗，说道：“不用着急，都回到了家里，你哥哥还能跑到哪里去？咱们慢慢走，太奶奶知道你们回来了，也会回屋里的。”贝贝又点头嗯了一声。老太太等人在半路就遇到了跑过去的战牧尘。太奶奶！战牧尘看到老太太一行人了，跑得更快。老太太紧张地提醒他：“宝宝，别跑那么快，小心摔着。”他老人家也着急的要上前去。很快，一大一小2位祖宗就碰头了。老太太笑着想抱起曾孙，战牧尘连忙阻止太奶奶抱他。他说道：“太奶奶，宝宝长大了，宝宝现在很重的，太奶奶抱不动宝宝了。”谁说的？太奶奶就算老掉牙了，抱你的力气还是有的。来，让太奶奶抱一抱，重了没有？在你七叔家里可有吃好睡好？太奶奶咋觉得宝宝瘦了点儿？老七没有照顾好你啊，等你七叔回来，太奶奶帮你骂他哈，晒黑了。老太太还是抱了一下宝宝，也就是抱了一下就放下。宝宝不再是6年前那个刚出生的小不点了，已经6岁的他是有了一点重量。老太太又年事已高，力气不如前，也就抱一抱曾孙子就要放下。饶是这样，宝宝都很开心了。第一个曾孙子，老太太是最疼爱的。她老人家当初最疼的孙子是战印，如今最疼爱的曾孙辈也是战印的一双儿女，一个占了长，一个则是女儿。太奶奶，我们出去玩晒黑的，没事。妈妈说晒一晒更健康。七叔很忙，天天都要上班，有时候会给我们做好吃的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外面吃饭，外面的饭菜不如家里的好吃。我吃的少了点，可能就瘦了吧。沈小军轻拧一下他的脸，笑道：“宝宝没有瘦吧？沈姨捏着你的脸，还是肉乎乎的。”沈姨，我不胖。战牧尘抗议，不喜欢大人说他肉乎乎的。妈妈说他脸上有肉，那是婴儿肥，再长大一点就好了，他才不是小胖子呢。沈小军笑：“好好好，你不胖，咱们宝宝不胖啊，你是可爱。”商小飞笑着接过话来：“人家本来就不胖吗？咱们宝宝可爱极了。宝宝，你爸妈和贝贝呢？”在后面，我想太奶奶就先过来找太奶奶。战牧尘回答了商小飞的问话后，便有礼貌地向在场的所有长辈问好。沈姨、苏猛和你们家老二呢？战牧尘问起小伙伴。苏家老二是苏腾的儿子，苏家也像战家那样，小辈都是连堂兄弟一起算的。苏腾的儿子就被称为老二了，他比苏猛小了将近2岁。二婶、乐乐他们在哪里玩？战牧尘又问着宁云初。老太太答道：“他们应该都在游乐场那里玩。宝宝刚回来，不着急去找小伙伴们玩，等会儿他们都会回来的。知道你兄妹俩今天回来。”他拉起了战牧尘的小手，对曾孙子说道：“走，跟太奶奶回屋里去，外面好热。院子里绿树成荫，其实没那么热。”
老太太牵着小曾孙往中心主屋的方向走去，同时不忘对宁云初说道：“云初、小军，你们去一趟游乐园，跟孩子们说，玩了那么久，也要休息休息了，都回屋里来。”宁云初笑道：“等下子要拆天了，我打电话给乔涵吧，他夫妻俩在那里看着孩子们。小飞，我们不用亲自跑一趟，这么热的天，又要走那么远的路。”宁云初是真不想走，游山庄那么大，从河园到儿童游乐园，走路至少得10几分钟，还是打电话快一点，通知到位了。那一班大大小小的小子们会跑得比兔子还快，都不用10几分钟，估计就全都回来了。行，那你打电话。商小飞穿着高跟鞋呢，同样不想走那么远的路过去。孩子们在儿童游乐园玩，有保姆跟随照顾，不过当爸妈的也会跟着过去，就怕孩子们玩疯了，闹起来保姆管不了他们。都是小少爷，保姆们可不敢骗任何一个，他们一个个年纪虽小，却聪明得很，知道保姆管不了他们，所以并不怕保姆。战浩宇等人送孩子回老宅陪伴老太太，他们也会在老宅待上几天，才会回公司做牛马。宁云初打电话给乔涵，乔涵很快就接听电话了，还没有和云初说话呢，就在电话那边叫喊战浩琛，战浩琛，你不要和弟弟打架，你们俩又打起来了，一天到晚不是打架就是吵架。战浩宇，你管管你2个儿子，他们又打起来了，赶紧的把他们分开。战浩琛和战浩旭是孪生兄弟，感情好的时候是真好，但是打架的时候也是真打，而且经常会打架呢。让丈夫去管教2个儿子了。乔涵才问云初怎么了？你那2个又在打架了吗？宁云初笑问，可不是吗？2个都想玩同一样东西，旁边有那么多，他们都不要，非要争一样，不就打起来了？乔涵说道，让我天天看着他们，我会气死的。他们的大哥回来了，你跟那班调皮鬼说一声。奶奶也说了，叫你们带孩子们回来，外面太热，让他们在那里疯玩了半天也够了。儿童游乐园那里也有很多遮阳的地方，还安装了室外的大风扇对着吹，但在大夏天玩上一会儿，依旧会满头大汗。乔涵说道，完了，孙猴子回来了。宁云初扑哧的笑，孙猴子还是有大哥的风范的，能稍微管一管他们。小的几个全都怕战牧尘，就连比战牧尘大1个月的苏猛都听他的。大人们都说战牧尘天生就是当老大的料，他也是老大，战家下一代的老大。宝宝回来了，我们也就不用管着他们，有宝宝带着呢。乔涵说道，就怕宝宝带着他们拆天。宁云初，乔涵，咱们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嘛。但愿吧。海玲姐也是今天回来吗？有洋洋在的话，我才能放心。宝宝虽说有大哥的风范，但他也才6岁，正是爱玩的年纪。洋洋和龙婷都在10岁以上，懂事很多，有他们带着一班小的，大人们就更放心一点。海玲姐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回来，估计是让陆少送一双儿女回来过暑假吧。洋洋也要回周家住几天，陪陪他的亲爷爷亲奶奶。如今周家人不再折腾，也认命了，知道折腾不到半点好处，反而会折腾掉洋洋对他们的那点薄弱感情。不折腾了，真正疼爱洋洋时，洋洋反而与他们亲近了几分。龙婷就不用说了，他比洋洋更懂事，2个人就是孩子王。待到穆晴带上君家那一班小家伙过来，几乎都是差不多大的男娃娃，仅是想想都觉得头大。但老太太喜欢，她老人家就喜欢热闹，特别喜欢看到一班小的围着她，太奶奶长太奶奶短的，老太太开心，吃饭都能多吃一点。彤彤回来了，海玲姐应该会回来的，她姐妹俩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。海玲身为凤家的一家之主，比海彤要忙，因为她管着的不仅仅是凤氏集团，还有凤氏家族的大小事情。
这6年来，海玲承接了上任家主的方式，将权力集中到家主手里。不过她比凤月要好太多，至少她不会轻易伤人，会给族人一点汤水喝。那些凤氏族人经历了那么多，如今早就没有了推翻嫡系家主的想法，只求日子能够安安稳稳的。有能力的族人能够进入凤氏集团上班，职位、薪水看着能力给，他们就知足了。逢年过节给族人们的福利，海玲也给到位。大家对他这个家主的拥护就比对凤月在位时更强。而差点就成为家主的凤晴，她和方瑶结婚后，的确是远离了凤氏家族，但没有离开江城，只不过远离了江城市中心。这是海玲极力挽留的结果。凤晴为了避嫌，一般情况下连江城市中心都不会去。他夫妻俩用心经营他以前创建的公司，6年的时间，他名下那些公司都成了大集团，在江城商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。他名下的公司与凤氏集团没有半点生意往来，也不会成为同行。为了让凤氏族人以及海玲放心，凤晴是说到做到的了。而凤晴的3个哥哥坐了几年牢，在牢里表现好，获得了减刑，再过几年就可以出来了。他那个偏心爸这几年来虽然时有折腾，但都折腾不出什么来，折腾得狠了。凤晴就停了他的生活费，在钱面前，他爸只能低头。他的那些侄儿女们有各自的母亲教育照顾，比他3个亲哥哥好多了。凤晴与3个嫂子都保持着来往，也是他远离了凤氏的权力中心，公开了自己名下的那些产业。曾经的凤家3位少奶奶才知道这个亲小姑子，从被换回来时就是个扮猪吃老虎的角色，厉害得很呢。他们轻视了小姑子，还好姑嫂的关系后面得到缓解，如今姑嫂几个处成了朋友，算是很好的结果了。凤晴和方瑶结婚后，过了2年，世界才生娃。他们第1胎生了个女儿，今年3岁。2年后又生了2胎，是个儿子，组成了一个好字。2胎目前将近1周岁，2个孩子都随方瑶姓方。当初生了女儿后，方瑶提议让女儿随母姓的。凤晴说她已经不是凤家的家主，不需要让女儿随母姓，就让孩子随父姓吧。他也怕担心女儿随母姓，等孩子长大后会生出不该有的野心，跑回去跟海玲的妞妞争夺凤家家主之位。他就让女儿姓方，也从小就教育女儿，她是方家的大小姐，不要贪图凤家的一切。因为海玲时不时会带着妞妞过来让2个孩子一起玩，他就担心凤氏族人里有人会起歪心，教唆他的女儿。教育要从小抓起，所以他不管女儿现在是几岁，都教育着女儿不要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一切。那么多小夫妻愿意生2胎的，除了海彤姐妹俩，也就是凤晴了。海玲那是为了后继有人才生的2胎，2胎如果不是女儿，海玲还得拼3胎呢。还好老天爷待她不薄，让她2胎生了女儿。有1儿1女的她是不会再考虑生3胎的。陆东明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血脉就很开心了，也不会要求妻子一定要给他生个儿子继承他的家业。女儿也是后人，只要将女儿培养好了，以后让女儿接班也是一样的。还有洋洋呢，陆东明是世纪子如同亲生的，他私底下早就和海玲商量好了，以后他的家产1分为2，一半分给继子洋洋，一半留给亲生女儿凤玉。2个孩子都不亏待。凤晴要2胎是觉得一个孩子过于孤独，所以就要了2胎，老大和老二只间隔2年。他认为带1个也是带2个也是带，干脆2个一起带大，等孩子们都能上幼儿园了，他也能轻松点。公司里的事有方瑶帮他打理，他能轻松不少。如今他的老大已经上幼儿园，上了1年的幼小，9月份便是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了。老二还在学走路，等2岁了，他也会送去幼儿园上幼托班。